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出手机高手的惠普星14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全国1000多家店的中式快餐老乡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全新职场观察节目《合伙吧少年》。这次我们的西坎呢，依然会用云录制的方式关注着各位实习生的表现。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西坎。上一期张浩宇和李如嘉拿到了第3块铜牌，很遗憾离开了这个团队。同时呢，我们也迎来了新的伙伴。在目前的团队阵容当中，谁是你关注的伙伴？我比较关注映月，因为她一直都是能力很强的女生嘛，然后现在也有新鲜的血液进来，我想看看她会怎么样。对，我现在最想要关注的就是袁星辰和映月了。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的个人能力都是特别强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发挥出自己更多的能量，能让我看到他们的表现。我担心施俊逸，我觉得施俊逸就是还是要踏实一点，对，现在比较跳脱。我比较担心就司俊逸和焦焕文，其实在前2季弱一些，我觉得是咱们对他预期有点太高。名校大名校。我觉得老焦在上一期要动手做事情的时候，他特别的手足无措。典型的是非常书面的这种人才，就不是那种特别会表达。如果当他心里没底的时候，他的输出就会变得特别没有底气。他需要别人告诉他你做什么。我们赶紧来看一看这次有什么样的任务在等待着实习生们。小猪，我们2张桌子各少了一个人，明显冷清了。拼在一起吧，要不拼在一起吧。也是够难看的吧。月月嘛，她很像我妹妹，逻辑性也很强，然后是个非常冷静的女生，但其实她心里也非常柔软。没有，我觉得月月就是有那份单纯，然后有些事情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理智的东西吧。这一次的经历非常难得，然后我也非常感谢8位小伙伴陪伴着我，然后大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很深厚的友谊，然后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经历跟回忆。下次我再得铜牌，你们帮我顶一下就行了，不用搞这些虚头巴脑。可以。把快闪店做成谷仓。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觉得很难受，有点担心映月。伙伴们，开会啦！上学啦！好，我们上去吧。OK。是这样的，我们旗舰店现在不是已经在筹备阶段了吗？那我们整个筹备阶段的这个沟通有个阶段性的共识会，所以呢，我会邀请我们负责落地的同事们一起来跟我们参加。那参加之前呢，就是我先跟大家去沟通2个事情，因为老李和 Choi 的这个离开，所以我们现在需要1名就是负责人去接手老李对于项目的这个部分的执行，所以你们商议一下。
我觉得我可以啊，因为我之前是负责预算的，所以在每个方面我都有涉及到，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我可能了解比较多。然后只不过可能经验和老李比的话相对比较差，但是可能说我会愿意去推进这个执行嘛。OK， 好，那其他伙伴有没有问题？星辰的这个举动是有加分的，因为在很关键需要项目负责人的时候，他自己主动跳了出来。站出来了。对，我觉得9月16号开业5天，我们这些能搞定吗？这个我觉得是在我们团队和平到一起，肯定是 OK 的。可以，那我没有问题了，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掌声恭喜一下。好，我想就是我们找地方，就是我们俩共同盖完章。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鸡尾酒这个台子这个东西可能是之后活动完了之后它就对，我刚刚想过是就是这种地方掏洞放做抽屉的那种。对。然后在整体的视觉成像的风格上，其实都是比较，我们都是用一些原生态，然后草垛这样子的一些元素在做，所以其实是视觉上面应该是非常一致的。对，他们会把营业额的一部分给捐献过去，然后是偏比较彩一点的风格在那边。对。哎呦，哎呀，来新人了，村里来新人了。这个穿的相对保守一点。你好，你好，我是 CC 西文潇。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啊，我是袁荣。哦，袁荣姐，对，我是新来的实习生。谢谢。直接坐下了，咱们的办公环境的话，就这层是吧？主要楼上开会，还有楼上。OK， 我可以随意参观一下吗？可以。忙吗？现在方便带我参观一下吗？可以 OK。他也挺自来熟的，他挺聪明的，他找了个男生。对，而且有个老员工带着就舒服很多。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平常办公的地方。好，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的话是有一些讨论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这边。然后那个板上写的是，他们经常会在这边朗报。明白明白。这是什么？这一列为什么这么多铜牌？就这是哪一个什么 task 啊？这个是没有顺序的，没有顺序是吗？没有顺序的，根据他个人的表现。行，明白，谢谢。哎，我现在有笔吗？我可以写吗？可以的。好，谢谢。OK。这个是不是比红影加入的时候要聪明很多？我先了解现在你们是个什么情况。都很自信，这些女生一点也不怯场。你说司俊逸会又主动敞开怀抱吗？我觉得他会。我没哎，他那个就是迷雾森林是。Hello， 你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我是 CC。啊 ，CC， 好的，俊逸。哦，先碰上了司俊逸。俊逸果然会先打招呼。Hello， 你好，我是新的实习生。对，你们好，我是 CC。所以呢，你是谁？可以叫我 Gavin。Gavin。交换文。我叫换文。OK， 你好。我姓朱。朱。小朱。OK， 谢谢。Hello， 萌萌。好冷淡啊！好高冷啊 ！Hello， 音乐 ，OK。完全没有要理他的意思，因为大家心情也很down，没有情绪再去照顾别人。
但是这个 Cici 比之前加入的红红有礼貌和低调的多，但是他们的态度反而好像比红红加入的时候更不友好了。可以理解。刚刚送别完，心情还没那么的好。而且他坐在那个老李的位子上，他们会觉得是你替了老李。但这真是在职场上面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加入到一家新公司，原来的团队正在自己忙着，你也不知道原来你要替代的那个人他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说不定人家的关系都特别好，你进来就是一个外人，一来就碰到这样子的时机。你把那个你刚写的公众号的发给芳芳，发给谁？芳芳是吧？好。然后他说8点前要我们定下那个线上的方案，你刚刚看的那个有什么想法吗？就牧歌啦。城市牧歌，城市牧歌，城市牧歌。那你问他们审核一下？没有，就是汪姐帮忙在推进。尴尬。没有任何人想告诉他我们在干嘛。那个微信公众号的那个钉钉上下载不下来，只能截图。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可以，稍等，我把一个东西发过去。我可以坐你旁边看你在干嘛吗？可以啊，我们只是在采购一些清单的东西，对。黑绿白。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围挡，你知道围挡是什么吗？Not really。没事，你做完后我可以看一下。就是类似于那种街头那种在墙上那种涂鸦的东西。放在哪里？电音节吗？还是就是那个什么咱们那个什么？门口，咱们的门口，店门口。然后开业的时候就把它撤掉，但是开业之前它在那里。喷是吧？对。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跟比如说路过的人的一些互动性之类的？对，有文字上的互动。有图案上的吗？比如他们可以有马克笔，可以在上面写字。那你觉得他们会停下来写的可能大吗？可能不是特别大。自己会派自己的人去写。OK。我有一说一哦 ，Cici 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就是你要跟第一个跟你搭话的那个人一直保持连续下去，这是你打开一圈原有的那个团队的第一步。他的难点不是攻克他的难点是攻克那几个，就是热脸贴冷屁股，就是他得攻克那几个冷屁股，就是那几个不理他，我觉得那个才是难点。小新，你有过从小到大，比如加入一个新团体被孤立吗？有啊，转学什么的那种。我也是到了新的学校，然后感觉，同学不是很喜欢我，所以我就一个人独来独往的那样。就你无所谓，你们不理我。对，然后我记得当时什么春游那种分组，然后我当时想说，哎呦，要是能不分组就好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好尴尬，因为我刚去那个学校，然后跟大家关系也不认识。后来慢慢的，好像就是时间久了，女生就过去就比较快嘛，小孩子就过段时间就好了的。我觉得破冰最主要的就是死皮赖脸。死皮赖脸。你应该没有这种困扰，因为你也自来熟。我没有，我太死皮赖脸了。真的吗？啊！你选秀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多男孩在一起。男的我怕啥？都是男的。小明哥呢，应该没有这个困扰吧？那倒没有，我没有，就是确实是就是长得算秀气啊，但因为我的性格老是那种蔫蔫的、弱弱的，但是那个时候漂亮女生都喜欢那种坏，就是张扬的，就是那种在学校里边感觉很厉害的风云人物。我太乖了，脸皮特别薄。所以对大家老喜欢戳起我，但是也没有到说是多么的喜欢我的程度。戳起我是什么意思？你作为青岛人不懂什么叫戳起？不知道。戳戳起你。就老喜欢逗有你。我们青岛话叫逗有你，就是好看嘛，大家就喜欢老逗你。对。3:25，我们上去开会吧。
那你坐这儿吧，要不？那你坐这儿吧，要不？好，那你坐这儿。这么近？因为你可能一会儿要第一个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所以坐这里可能会好。哇，真行！你要喝水吗？好，谢谢。我们这是新人福音。这个时候你又觉得他这点挺好的了，很绅士。对对对，我们团队中今天有一个人没有来，红颖是吧？看到他朋友圈了，知道他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喂，潘总吗？哎，我红颖，早上好，早上好。对，因为我家里出了一点急事，然后可能需要请假几天，这几天可能不能来上班了。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意外，那你一定要坚强，好吧？有什么事情可以需要随时帮忙的，也都可以跟我说。谢谢潘总，谢谢潘总，太感谢你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很抱歉。没事儿没事儿，这个东西都能理解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能理解的。谢谢，太感谢你了。保重，一定要坚强。好的。好。好，谢谢。那红颖她不在期间的话呢，可能有些工作还是要落在我们自己团队的这个头上，所以大家要多做一些分担，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好不好？那个伙伴们都来了啊，好，那我们欢迎 CC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新的团队中来，也希望你能够快速的融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最后的我们的项目的冲刺阶段。好，欢迎。接下来的话呢，就会去发布一个我们的新的任务。老乡鸡即将去推出一款杯装的鸡汤。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希望能够带动一股年轻人去喝鸡汤的这个风潮。其实我们这次要做一次联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知名的民族动画的 IP。我们的愿景是打造民族的品牌，所以我希望是说，通过这一次我们的整个的策划，去形成我们的整个国潮的风，然后把这个部分做到极致。那目前来讲呢，我们有4个 IP 是可以去用的：黑猫警长、大闹天空、哪吒闹海、葫芦兄弟。你们要主导并参与到这个项目进行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这个重视。那我们明天下午1点钟会进行一个内部的过审方案，晚上6点把最终的修改的意见给到上美影。那后天10点钟，我们会向上美影做正式的提案，好吧？那提案的目标是让上美影去接受我们整个联名的内容的策划以及合作方式，达成这个合作的意向。这就是我们这2天的一个任务。那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整体的分组。分组的规则是这样的，目前金牌最多的是音乐和思思，所以音乐思思你们会分为 A、B 队，作为 A、B 队的队长。思思好矛盾，金牌最多，铜牌也最多。OK， 好，你俩请站起来，2位队长 A 组和 B 组。好。那第2呢，我们会让金牌第2多的3人，就是星辰、萌萌、交换文。可以去选择一队。我选了。对。哦，让他们选队长，不是让队长选队员。天哪，反选。那肯定选音乐啊。那我选思思。好，你选思思。啊。为什么？这时候队长是不能拒绝的啊。哦。好，来，拒绝的。萌萌。月月，月月，你看挺开心的。好，焕文，思思，思思站在后面去，好不好？好，接下来小猪，你可以去选择一队。小猪会选女生，我觉得。选月月吧。可以，那这组氛围会很好。那最后 CC 你是选择思思这一组，还是选择我们音乐这一组
我选择思思吧，因为他刚才一直在帮我很多东西。好的。看来思思真的是很有好人缘啊。好，那你到这儿。欢迎。你看，你这表情好可爱。觉得其实职场和学校的环境有一点不同，就是职场你一个人也能活，因为职场你并不是要在这里必须得待在这里待个3、5年，独来独往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学到你想学的东西。对啊，但我觉得我可能是那种对环境的影响比较敏感的人，我很怕进到这儿，周围的先环境不好，我就会先觉得矮半截儿，所以我很希望进入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赶紧把什么都先捋顺。就是这次我们也会去考虑到有经营合同，因为我们现在只有这个人数上有了变化，所以我们会产生2金2同。我 pick 音乐组，但是同时我们也会这个2金2同的设定是基于我们的整个谈判的成功。这个任务的发布，大家是否还有什么问题？那个鸡汤杯有。我会把这个鸡汤杯的那个部分，飞哥去拿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那同时的话，所有的关于上美影的一些资料的部分，那我也会给到大家，会打包一个文件夹。执行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跟我进行沟通。这个杯子的样型是2种，所有的部分由你们来决定。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然后回去之后，你们先讨论一下这个 IP，4个 IP， 你们2个组分别想用什么样的 IP，4点钟告诉我。但是这个 IP 是不能重合的，谁先告诉我，谁拿到优先权啊。那 OK， 那2位队长加油哦。好。我就担心音乐情绪不好。昨天那个朱顺杰哭得最惨，对，哭得最惨，因为他跟老李合作最多。我们要找个地儿先去讨论一下吧。OK。我们就坐在这儿。可以啊，没毛病。那我来了。我差点以为是3朵金花是一组，知道吗？3朵金花。我觉得他肯定会选择那边。我有个想法，就是说做葫芦兄弟，因为葫芦兄弟的角色 characters 很多，它可发挥的空间比较大。然后如果是盲盒的话，它放在里面的话，它其实比如说我们凑齐多少个葫芦兄弟，最后可以怎么着？刚才其实看到这4个 IP，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大闹天空。然后我之所以喜欢大闹天空呢，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去那个菲斯劳姆基家园，你看到那个机神吗？机神在《西游记》里面有出场过2次，而且还很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跟老乡记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其实我是比较倾向于葫芦兄弟。其实他说完7个兄弟之后，其实我突然有想到一个点，因为他不是刚才问我们那枸杞那东西怎么突出嘛？因为每个兄弟都有一个特长，有一个是眼睛好，有什么东西，其实可以跟那个枸杞那东西的中草药的功能相结合在一起，突出来它的一个点，是不是？所以我其实觉得葫芦兄弟的话比较好突出枸杞啊那些养生的东西它们的功效。我也是觉得葫芦兄弟的可塑造性强一些。你现在2种，你更 prefer 哪种？我还是更 prefer 大闹天空。因为刚才像你讲的，我会觉得说，你7个枸杞都一样的，而且枸杞不可能都让你眼睛好。它只是一个点，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到时候再去细化。对，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方向是 OK 的，是 it's a good direction， 但之后 details 我们可以再去定。但可能我们面临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对方也会选葫芦兄弟。新生在这里感觉有点没有归属感。我随便选一个了，我觉得这几个对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想好了，然后再想他的背景故事怎么跟我们串联。我比较偏向琥珀，你们呢？我其实因为我喜欢水洼，因为水是那个旺的。那就葫芦兄弟呗，我们确定了吗？确定啊，就是。那我先跟他们说了。好啊，冲！这么随意，老师，我们决定好了。好了，这个因为这是拼图。我们选葫芦娃。葫芦娃。对。
们能回宿舍行动吗？可以吧？可以啊，我们下午先自己想一想，然后晚上我们回宿舍配一下。配一下啊，还有2个小时可以下班了。1个小时，他应该5点下班。走，Let's go。他们都选好了。所以我觉得啊，选好了是吗？选什么？你们选的是什么？葫芦娃，我们想葫芦娃。那兔兔呢？他们选完了。嗯，我们只有大闹天宫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是想大闹天宫，其实，但是他们3个会比较，因为我们那个机神是在《西游记》里面有出场过，而且他很强。老乡鸡可以跟《西游记》有联系，这是我的想法。你们反对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觉得葫芦娃更好。对，没有反对，只是葫芦娃更好。对，确实是啊，从延展性而言呢，确实是。OK, forget about that. Move on. 我们看还有什么其他，就是3个是吧？大闹天宫，那就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还有个什么黑猫警长就。其实黑猫警长里面有很多角色 ，right？ 西游记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呀，我们也可以斩妖除魔，最后突围各种关卡之类的。大闹天宫有好多角色，就每个都有很多角色。对，哪吒闹海里也有很多，对吧？其实角色都很多。我感觉我的童年，我都不记得我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些 IP 里面目前热度哪些比较高，可以搜索一下热度比较高的、比较那个的。哪吒。其实抽盲盒它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是在于，它有一些隐藏式的，就是出现率很小的那种角色，它会诱导一些复购率。但是这个哪吒里面，你想把谁塑造成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就我会觉得哪吒确实他的角色会少一些，因为只有那一对，加上可能他爸爸、他妈妈，还有什么龙王。但是大闹天宫的话，确实会角色会多一些。那就大闹天宫，那也可以大闹天宫。我也是大闹天宫感觉。那我们就大闹天宫吧。好。 4点钟了，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大闹天宫，确定？好，确定。对了，潘姐，他那个就是我们拿这个 IP 是可以把这个整个动画片里所有的人物的都可以用，还是说只是这个形象都可以用是吧？对对对。哦，那就行。我待会儿会给你们就是把详细的东西发给你们。好的。好吧。 因为葫芦兄弟不是有7个葫芦娃吗？对呀、我们做7个味道是吗？我们就有7款鸡汤啊。第一个是力大无穷的大娃，对，大娃，2娃耳聪目明，那我们就做明目的，清火明目的那种功效的。第一个是大力水手娃，大力娃。那菠菜鸡呢？菠菜是真的会大力吗？刀枪不入的3娃。 那就做坚果鸡汤啊，象征着百毒不侵的清廉之人。月月，你有想法吗？我们能不能再去问一下？我感觉我对这个东西，可以啊，走吧。都不懂到底要干嘛是吧？ 要不我们去找一下潘潘？走吧。我不带电脑了，直接问吧。得有一个人带是吗？我带本子。他带本子了。就是我们还是想知道这个联名，就是它比如说是个怎么样时段的一个。 合作呀，或者联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联名，它就是讲这个 IP 的授权的时间嘛。我觉得我们品牌大概3到6个月的期间吧。那我们明天这个套方案要包含这些东西吗？我觉得不需要细的部分，就是你什么呢？我觉得创意是最核心的点。我觉得是先把大的这个部分给它罗列出来。 你产品的这个部分，你的创意是什么？你的 slogan 是什么？对吧？你创新的核心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内容是非常关键的。好不好？谢谢。OK， 好了。如果我不在，你们有什么样的东西，就线上跟我去做沟通。好的。
葫芦还是最好写的，我觉得。对，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得想出一个很特别的点。对。看动画片吗？给你从大娃开始看啊。青蛇小手挑针，上下左右。跟我看的不太一样。上山取葫芦，小军解说版本。人物介绍。葫芦兄弟们被迫依次清醒，撒开手脚，欢快杀妖。大力红娃从山东落下。脑子宕机了，喝点农夫山泉长白雪休息一下吧。这个瓶身设计好有新意啊！转动瓶身还可以透过动物看见风景哎。是啊，口感还很清冽，可以激发一下我们的灵感。可能就是你在工作中那种真的特好的朋友离开的时候，情绪很难不受影响。大闹天宫这游戏好玩吗？可以用吗？它是我们这个 IP 做的吗？对，可以通过他们上面进行一些宣发吗？其实我感觉我们的就是关于这个大闹天宫一些精神还蛮好的，比如说追求自由、正义、挑战和勇敢。我们具有国际的视野。大闹天宫。那大家都差不多了吗？你们都查的差不多了吗？你们都查差不多了吗 ？Cici。你们可以先说，我先听一听。我现在是想到2点啊，就是我刚才看那个发的东西，第一个是他做这个东西花了接近20年，可以联想到我们研制鸡汤研制很多次，听他讲的。树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企业的那个匠心故事？你比如说讲到我们老乡鸡啊，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以为我们是从做快餐这个起步，是吧？实际上不是。我们是先开始养鸡，就养鸡就住在鸡棚里面，住了7年。哇！现在你要到鸡舍里面把我眼睛给蒙了，我就从那里面走一趟，我大致能够听出来这个鸡啊，它有多大了，就根据它走路这个声音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鸡呢是冷了还是热了，这个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鸡是不是有病，特别是呼吸道的病，就大致能够听出来。就像老的一个汽车这个驾驶员那个发动机啊，如果要有毛病，它一听就听出来。第二个是他其实在60年代出来的时候，在国际上是很有反响的，然后代表了什么中国民族的动画品牌，这个也跟可能我们公司的理念比较类似，对，铸就伟大民族品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呼应的，我觉得是这2点是他这种精神上的一个呼应了，但具体怎么去结合，我还在想。老乡鸡自己一直说嘛，铸造一个伟大的一个民族品牌，但这只是内部人员知道，外面人不知道，顾客也不知道。所以，但是正好这个上美影这个大闹天宫是最早期的一个 IP， 它已经是差不多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位了。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想的效果就是让大家觉得老乡鸡正在往这个方向走，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在想做的目标方向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果的一个点。就还是讲铸就那个词嘛，其实是能想象，如果有一个短片，它一分为2，然后两边同时在叙述一个动画制作的过程和一个打磨鸡汤的一个过程，对，这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在餐饮界想成为的品牌，就像大闹天宫曾经做对，在动漫国漫里的，对。比如说，如果挖掘创作背后的这个故事，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讲那个鸡汤的制作历程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抓了几个特别的点吧，但是并没有很完整的去介绍过它的这个历程。
得这句话挺好。大闹天宫融合了多元素的艺术表现手法，在传承文化间拓展了京剧电影的新空间。这话好深。就听着就非常的，先放上去。腾云驾雾，美猴王盖世英雄。我觉得盖世英雄这最好去建立。大闹天宫好像是又采用了三岔口，又杨家将演绎，又到窦娥冤，到元代的丹青艺术，在历史的这全都是这个追的太根本了。这不都是中国元素吗？但是我们大闹天宫里元素这么深吗？这不是他想要深的吗？对吧？我们可以看看里面就采用了一些哪些。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可以抛开什么舒服，去追求自己的真正的生活，去审视自己内心生活，有时候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敢，串起来了。8点了，或者我们车上继续聊一下，边走边聊。走吧走吧，我真的现在脑子有点不太够用了。电脑我们要带走吗？决定留在这里。带一个就够了。我先歇一下，我脑子有点炸。一天过去，我昨天就睡2个多小时，我简直太困了。我也是，我3个多小时。就是这2个是商用价值方面的，一个是授权，一个是提成，就是有这2个合作方面。要么越把大框架理出来，然后东西我们来填就好。小猪真好，他觉得音乐状态不好，他就觉得我们多做一点。小猪是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孩子。我们做到1点吧，否则又要熬夜了。好的呀，但是现在好像也没什么进展。没事，你看他们作业没啥进展。我觉得我们把主要的想出来，明天写可以。所以现在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要想它跟老乡鸡的结合方式，然后如何就是宣扬出它的品牌文化价值。其实他这个歌就是一个超级符号了，对，对啊，这个他怎么唱的呢？葫芦娃，一根藤上7个花，风吹大都不怕，啦啦啦啦。我们既然有这个版权，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调子用起来？但我们不用它原来的歌词，或者说稍微改一下。不是，但是要先问他一下这个音乐版权在不在内，而且如果在内的话，我们还要设计一套那个词啊。词确实很好填，就是简单好记。老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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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鸡。还是可以葫芦娃，葫芦娃，做一个焗锅，做鸡汤。好复杂。一个抓鸡，一个刷牙，对，就是嘎嘎嘎嘎嘎，烧好辣，我就可以，我们明天就唱出来就赢了。哎呀，音乐终于笑了，开心了。我们一起笑就赢了，我们先录好。我先，你先别忘了，锅烧好了。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头脑风暴就到这儿，我们把刚刚说的稍微就是梳理一下，对，就每个人负责一个呗。OK，那我们小猪分就是记录我们今晚的周期，你把这个写完，好吧？所以在职场里有朋友还是挺重要的，他会在你低落的时候拉你一把。我记得我当时有看那个乔欣特别早的一个综艺《我和我的经纪人》，我还记得你经纪人叫浩浩，就是你们俩当时在那里面的那些就特别打动我，就是你在你低落的时候，你身边有一个特别信任的人，他拉你一把。对，因为我也是难过的时候需要输出的，可能我现在是自己消化会比较多，但我那个时候必须要说，不然我就要憋死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也是生活上和工作上遇到比较低谷的时候，那时候
好好的一直陪着我。其实这个事情的，就是怎么去解决呀，或者所有的利弊我都知道，但是就是其实你最难消化的是你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的结果真的不重要。所以我觉得当这个时候，你身边是有很亲的人会帮你支持你，哪怕听你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事情。小明哥初入职场的时候，你会需要身边有你很信任、很亲近的人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对家里边报喜不报忧的人，对。然后虽然我性格不太爱说话，但其实我很喜欢一个陌生的环境，因为我不会没有安全感，我会想办法去跟这个陌生环境搞好关系，我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相对脾气还算好的，对，轻易的不会去跟别人有什么争执，对。我真的觉得他们不会觉得我们是傻子吗？不会啊，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我在朋友圈看到，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是真的会去买的。就我们俩是不是有问题？除了我们俩，其他人都觉得没有意思。是有意思的，但是昨天焦老师也说很有意思。如果焦老师这种无聊的人都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了。很不礼貌哦。1点半的会议，你们定好哪一组先来了吗？好，我们组先来。到点了。阿飞哥跟你们说过是1点半吧？对。迟到了。又迟到。那我刚才不下去跟你们说，你们能准时上来吗？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是我们整个联名的这个部分，先做一个内部的这个沟通，好吧？你们选的是大闹天宫是吧？对的。那我们直接开始。OK。我负责来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闹天宫这个 IP。首先是大闹天宫它的一个方向，它是一个1961年诞生的一个接近100年的一个经典 IP， 而我们老乡鸡呢要做的也是一个100年品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定位。第二点是定位的一个相似啊。我们这个大闹天宫呢，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民族性动画的一个代表，而我们老乡鸡呢，也是想成为一个铸就伟大民族品牌的一个这样的餐厅，所以我们的定位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结合了联名和 IP 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用 IP 的思维去重新定义我们品牌营销的模式。好，那我来讲一讲我们联名的价值以及我们现在想要合作方式。首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我们认为会带来3种主要的价值。第一种是针对这个新产品，他们会被这种新的玩法感召到，会觉得来消费更有乐趣。那么第二就是说，大闹天宫这个 IP 可以引起很多人的情怀以及精神共鸣。第3点就是说，这个 IP 的联名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亲近家庭的客户。那么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关于这次联名可以为尚美影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主要是2类价值。第一类是商业价值。最直接的价值就是经济价值，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商誉价值。我们认为这次的联名可以帮助尚美影更好的接触年轻人，因为这次联名所涉及的，比如说盲盒文化或者国漫国潮，在当今的年轻人当中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化。那么接下来我可以请我的同伴们分享一下创意的方向。联名创意方向呢，我们其实就是救援思维一种新结合。我这边分了大概5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 IP 形象的使用，我们这边大概有4个场景，当然就是我们的本身鸡汤杯和纸袋的一个设计方面。杯身呢，比如说画的设计，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社交平台直接去联系一些特殊的儿童协会，然后向他们去征求一些他们的作品。第3呢就是盲盒，我们这边提到了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比如说里面的玩偶设计呢，可以用一些再生的海洋塑料或者一些其他的塑料垃圾来作为原材料去制造盲盒的一种玩偶，并且呢还会在盲盒里面放上相关的环保信息。第4呢就是一些产品，比如菜品和一些周边的贩卖等等。第5呢就是一个大型玩偶的设计，还挺稳的。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意宣发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会有3个主要的一个活动，然后第一个活动的话叫我的悟空时刻，那么它的目标呢是去鼓励老乡鸡的顾客去分享自己平凡生活中的不凡，感受每个人心中的一个英雄梦。当我们在买了这个鸡汤杯、开盲盒得到悟空玩偶之后，我们去分享照片，或者呢你可以摆出和盲盒中这个玩偶一致的一些手势，去进行一个自拍。然后活动2呢，其实是杯身设计的征集，我们可以在门店去领取有线稿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鸡汤杯的包装，然后可以去绘制鸡汤杯身，然后呢再提交给门店。第3个活动是我们可以制作一些宣传的短片，同频切分左右的一个画面，同步的对比展现一个动画的制作和鸡汤的一个打造研磨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这次方案的整体的内容。OK， 好，那我想问思思，让你用1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的民族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这样的一个 IP 复活。为什么要问思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听完之后，就每个板块都会有，然后每个板块也都有一些想法，但还是会有一个，就是说不知道到底我们要输出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对，可能老乡鸡要的是这个，顾客要的是这个，尚美饮要的是这个，那到底我们是往哪个去做？这3方的共同的诉求点在哪里？可以真正的思考一下，就是做 IP 对于品牌来说，它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其实你所做的所有的营销动作，都是不断的在向老的消费者或者新的消费者告诉他我是谁，以及你即将要联系的核心品类是什么。那其实你选择的 IP 的对象，就是你对于自我风格的一种认定。那树立风格的同时，就它的商业价值是什么？然后如果说你们还有那个下一版新的方案的修改，你们可以在6点之前再跟我来沟通一下。好的 ，OK， 谢谢。预期有点太高了，有点担心。我们组选择的是葫芦兄弟这个 IP。首先，我们想说一下为什么尚美饮要选择跟我们联名。葫芦兄弟的 IP， 它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顶流 IP 了，但是我们是觉得它单个的形象其实购买号召力不足，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知名度高、购买力低的这么一个陷阱里面。老乡鸡本身我们都是拥有一个稳定客流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它的 IP 提供一个平台。我们在就是看葫芦兄弟和老乡鸡这2个的联系点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到说，就是每个娃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我们想基于这个点，让7个葫芦娃续写一个故事，是他们熬了一锅鸡汤给自己的爷爷，然后我们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一技之长，在这个鸡汤的生产链上为他们挑选了一个合适的可以做的一个工作。开心了。大娃的技能是说大力无穷，所以他可以举锅。2娃是千里眼顺风耳，眼睛看得特别清楚，所以我们让他来挑选最优质的180天养成的肥细老母鸡。3娃是刀枪不入，所以他的技能可以是切鸡。4娃是喷火，他可以煮鸡汤。5娃可以喷水。6娃是隐身，什么都不干，然后就是一个划水的小宝贝团宠，所以我们想把它作为后续的一个营销点，这个我们后面会细讲。然后7娃就是我们的新的鸡汤杯，我们会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糙米和我们的枸杞，这就是它的法宝。关于6娃这个详细的解释，就是我们的盲盒设计里可能我们会放2个东西，一个是娃，一个是连环画的一本小书。但是6娃我们就想说，你打开可能只有一件衣服和一本书，但是却没有这个娃。打开盲盒什么都没有是吗？告诉你这是隐身的6娃，是空的。我蹲在里边呢，难道你看不见吗？哎，你要是消费者，你打开盲盒，人跟你说6娃在里面，那我肯定找他。你欺诈消费者。我们可以就是展示看一下那个效果。连环画的效果。对，我们大概就是想做一个，就是这种理解你们的意思。对，就是在里面放一本这种小书，就是每一个小娃的公式。然后我们的宣传重点就是改编葫芦娃的主题曲。就是我们大概给了一个 sample， 就是这个不是我们最终敲定的。一个锅放几个鸡锅抓鸡烧水啦，啦啦啦啦烧好啦，啦啦啦啦啦灯铃铛。鸡
汤好啊，好喝啊，好喝啊，再来一碗吧。哎呀，啦，还有促销的作用。好魔性。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双方的那个需求的解读，特别是对于上美影的需求解读是基于什么呀？就是查阅了一下上美影就是现在发展的一些资料和现状吧。然后如果我是上美影在那听到，我会心里非常不开心。这肯定是个问题。其实做 IP 联名，我们要先回到做品牌的本质上面去。我们每一次的品牌活动和每一次的品牌亮相，其实都要非常明确的告诉顾客我是谁。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和鸡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鸡汤的情感价值是在中国人的很多的重要的时刻，它都有一定的情感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感价值是可以在 IP 里面去挖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IP 的价值如何极大化发挥？因为我今天听到你们讲的整个的盲盒是基于鸡汤杯里面去做的，我们是有6个月的授权，对不对？那我们的这授权，我们仅仅是围绕一个鸡汤杯去做，还是我们要把它去做一些产品的周边？是现在是只能我们，因为我们一开始以为昨天说不是只能用这个杯型吗？是用这个杯型，是用这个杯子啊。但你的 IP 的周边，你有我葫芦娃的包包，我葫芦娃的玩具，我什么样的那个是可以做。对对对，不一定非得在这个杯子里面。我们以为只能和鸡汤这个产品相结合。我们的理解力。因为昨天的任务不是叫鸡汤杯吗？昨天说了2个维度，一个是周边，一个是鸡汤杯。OK， 你们快去准备吧。谢谢老师，谢谢。2组又都被拍了，不过幸好是内部，这要是明天被外部拍，才真的吓人呢。我不懂为什么，其实我们讲的那个上面也没有说他不好，为什么他看了会很不开心呢？我是把他需求说出来而已。我们是觉得他单个的形象其实购买号召力不足，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知名度高、购买力低的这么一个陷阱里面。如果我是上美影在那听到，我会心里非常不开心。这肯定是个问题。乙方就是要服务于甲方的需求啊，我不懂啊。其实上美影的购买力没有那么低，它如果一部经典的动画片重新再放一遍的话，票房号召力远远超过你做的一个联名活动啊什么的。不行，音乐还是陷入在那个情绪里，但感觉好像结合的不够到位。其实只是展示和话术的问题，该讲的也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他写的我们都做了呀，除了一点。就把那2张我们刚跳的移到前面去，因为不觉得他们有问题。先说我为什么想到要联名，联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然后再说我和葫芦娃中间有什么契合点，在一开始就点出来我们中间的连接点是什么，然后我想给顾客带来什么，就是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你只要把后面的拉到前面来就行了。后面整篇就连着它一起讲就好。他想听就讲。音乐不觉得内容有问题，他觉得调整一下顺序就行了。他不想重新改内容。其实他们那块里面是缺东西的，因为刚刚上面有一个老总在讲说，他们其实缺少了周边那一块东西，就是真正能带来商业价值的那一块东西是没有的。现在只有杯子。我现在在看他刚才的点评，我在想，就是他是要找到一个主题，就是这个还是主题，对，我们就是找主题，就是我每一次的 challenge。我写的是点燃中国梦这个事情，就是对3方来讲，这中国梦它太大了吧？它其实主要是一个核心点，就是打穿这几个点嘛，打穿这几个支线。其实我们在平时宣传当中，其实也会提到中国梦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吧，就是回归初心啊。
不管是制作这个动画，制作这个鸡汤的回归初心还是会保持初心。然后包括消费者他也是买这个的话，回归他以前的这种共鸣啊。齐天大圣的初心是什么？我想到他不就想让我们有点那个这句话的直白点，就是能统筹我们的主要核心人物嘛，孙悟空嘛。那我们就直接说，大圣求新，不忘初心。因为齐天大圣他其实一直也是在一个追求创新的一个过程。你让苏成渊去当大圣，其实大圣平民英雄嘛，就对 everyday hero。最主要是他直接能突出这是孙悟空，基本 OK。产品级那个你刚刚讲的本身那个设计的方案，这个我应该7点半之前应该能做出来。然后销售，它是怎么卖的？那个要补一下。他想让我们明确一下我们针对的人群是什么。我们现在主体不是打盲盒的概念吗？就是盲盒的人群和喝鸡汤的人群是否是同一个人群？如果是同一部分人群的话，我们针对这一部分人群，我们的营销方案是什么？音乐又不在线了。但是我月月，你可能要把那个逻辑拉出来，就比如说哪一页应该放哪一个点，好，然后我们再来我来填充。好，我坐过来跟你一起看这个逻辑吧。不仅仅是要那个打响那个葫芦娃，他们是要整个公司这个品牌上面有这个东西深入人心，让顾客知道。所以我们的厂长和厂长，我感觉是可以。双方核心契合点，哎，就是话术的改变，这个就是改成了核心契合点，这个就是，然后再加一点什么家文化呀什么的。萌萌特别可爱，适时的时候总是会侧面提醒这个人。萌萌好累，上一把拉着戳戳，这一把拉着音乐。你要上去了吗？快了。你怎么一直在催我们进度？那就问一下。他自己不想去。音乐，来，我们沟通一下。小兔坐这边来吧。你们自己呈现完之后，你们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比第一次会好很多，就是还是有点梳理的，但是可能，有些点会太重复了。我先来说一下，就是几个大的方向。那第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已经去契合到这种就是一些核心价值的这个主张等等。我觉得我们就走差异化，我们就走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个风格。那其实我们今天第一版做的比较好，因为第一版其实我们没有拔太多东西，我们只是想从点子出发。但我觉得你的第一版呢，其实我听上去之后，我只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对，只有这一个感觉，我根本想不到什么这个亲情。包括你讲亲情跟老乡鸡之间的这个亲情，我觉得也链接不到去；亲情跟尚美影也链接不到去。对，就全部重做一遍。其实也不是全部重做，我觉得把你的里面有几个拎的东西能用的这个部分，不是可以把它拎出来吗？对，是，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刚刚一直按照我们就是下午想改的框架来，现在是觉得有点。那我来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怎么这个做法啊，就是其实这几页我们可以把它合并一下，就合并成什么呢？就是说葫芦娃和老乡鸡的太耐心了，哪儿找这种耐心？你们3个人可以分一下，第一个谁做前端的输出的部分，第二个谁把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好，等一下，谁把我们的那个部分给它做强一些，好吧？说实话吧，就是我感觉中间听了太多意见，反而会被误导，就还不如从头到尾谁都别提意见，我们自己做，我觉得还反而会蛮完整的。就每次中途都会有好多意见，然后感觉不改又搞得好像不听你的意见一样。我来改。
你们交了吗？交了吗？刚提交。行。萌萌和小猪都很好，就是音乐不在线的时候，他们俩把他那份儿担起来。这个时候就显示出团队的重要性了，就是另外一个人能够接棒你自己的工作。对你也不能承接永远是别人强项或者好的时候嘛，对，就大家是一体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团队。Hello， 小凤老师，这边坐吧。